风靡全球的游戏宣布停服，所有人都在疯狂抛售顶级装备回血时，我却卖房贷款往游戏里充值。别人都嘲笑我愚蠢，可只有我知道，当游戏真正停服的那一刻，整个世界都会发生改变。游戏中的怪物会降临人间，而那些保留游戏角色的人都会继承游戏中的能力。前世我英雄的吃不上饭，无奈卖好，最终在末日来临时连半天都没活过去。弥留之际时，我拨通最后一通电话，那是给我游戏 CP 打过去的。梦瑶永别了。说完我就嗝屁了。可就当我再次睁开眼时，却发现自己穿越到游戏停服之前，并且此时正在跟游戏情侣柳梦瑶通话。什么永别了，净说傻话，不就是要关服了吗？大不了我们一起玩别的游戏。看到眼前熟悉的一幕，我下意识像以前一样询问，我准备卖好，你呢？我不啊，这里面有我很多的回忆。听到他一模一样的回答，我确认自己真的穿越了。见我半天没有说话，柳梦瑶明显有点失望。对于他来说，这个游戏不单单是游戏，而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我就是这段回忆最重要的一环，所以听到我选择卖号而不陪他走完最后一程，他自然是失望的。前世他也确实因此失望，但是当怪物降临的时候，继承角色能力的梦瑶还是第一时间来救我。可惜自己连半天都没活过去。一念至此，我笑着对他说，你放心，我不但不会卖号，还会和你一起并肩走到最后，而且我们没刷过的副本我都要带你走一遍。甜甜的承诺完后，我便挂断了电话。随后打开游戏论坛，无一例外都是吐槽游戏官方以及出售装备的帖子。我随手一翻便看到大量出金币的玩家，1亿金币10万就出售。要知道作为一款世纪网游，里面的金币和现实是1比1挂钩的，而现在都已经跌到1000比1了。但我知道现在还不着急入手，因为后续物价还会暴跌的。我继续往下翻，当我看到一个帖子时，双眼一亮，法神之飓风神杖，满级神器全服为一，60万甩了。刚好自己就是法师职业，刚准备想入手，却突然发现我好像买不起。但犹豫1秒我就反应过来了，明天就去卖房子，反正游戏要入侵现实了，到时候怪物降临，任何高楼大厦在他们面前都是纸糊的。于是我立马找到中介，准备以超低价300万将我的学区房卖出，不过要制定合同以及中介费等等事项，最快也要明天才能完成交易。但我并不着急，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首先就是去贷款，到时候怪物降临还还个屁。趁房子还在自己手上，我立即将房主信息以及个人资料填写在各大软件中。很快那些软件都给出了额度，我全部提现出来大概有100多万，但这些还远远不够。我再次找到一些专门放高利贷的，用房子做抵押，再次得到160万。做完这些后，我给同学张胖子打去电话。在宣布停服前，他本来是新世界游戏里很大的一个职业商人，也凭借着这个让他在2年半时间就积累了上千万身价。可这次停服事件让他险些破产。张胖子，我来找你就是让你及时止损。这么说吧，你能不能弄到10亿金币？按照现在的市场价，我可以帮你全收了。听到我的话，张胖子很震惊，毕竟现在大家都在找冤大头接盘，为什么我反而愿意去接盘呢？当然我肯定不能将穿越的事情说出来，于是谎称想弄套顶级装备带 CP 去刷图。简单来说就是因为爱情。对了，再帮我收一套法神套装。张胖子连忙答应。几个小时后，我便收到了张胖子邮寄过来的装备，顺便还送了我一些时装，正好可以当礼物送给梦瑶。忙完后已经很晚了，当我上线时便看到梦瑶发来的消息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游戏完全没意思？要是以前你可不会这么晚才上线的。如果你不想玩了，我不会勉强你的，你想玩别的游戏我也会和你一起去的。相处了2年，虽然一直只在线上，但彼此就像知己一样。听完我浅浅一笑，也不多废话，立马让他打开仓库，于是将一套牧师神装月神套传给他。这套装备在大跌后也能值100多万，如果是以前都是上亿的存在。梦瑶此时感动的快要哭了。不行，这是我的梦想，不能让你一个人花钱，我这还有些零花钱，都先给你吧。说罢我就听到手机传来收款提示，打开一看竟有600万。我震惊了半天才勉强挤出几句话，认识这么久了我才知道你是一个富婆，零花钱都有600万，这是什么家庭啊？不过想到重生之前游戏入侵现实后，当时梦瑶急着来救自己，但是被一只90级的 BOSS 缠住了，一个牧师单独对抗90级的 BOSS， 这说明梦瑶的装备很强，也就是说就算我没提前给他买，实际上他也会自己去买的。以后游戏里花的钱我也要出，要是不够一定要跟我说。梦瑶此刻双手叉腰，略微生气地说道。我也没再多说什么，有了梦瑶这笔钱，接下来自己就可以干更多的事了。现在是彻底不缺资金了。接下来我和柳梦瑶开始合成宠物蛋。新世界这款游戏中的宠物是非常强大的战斗伙伴，不过也要看宠物的品级以及象性和主人的职业是否符合。比如说我的职业是逐风法师，我还没有完成神之境地的转职任务，完成之后我就会获得一个职业称号风神，这是一个生存能力极强的法师职业，而且大范围的技能也不少，在团队中属于那种顶级自由人的存在。那么我需要的宠物象性最佳选择就是法师类型，最好是擅长火法的。风助火势，风法的许多技能能配合火系法术，造成更强大的伤害。之前我也有一只宠物火焰鼠，品质是优秀的。宠物的品质分为普通、优秀、稀有、卓越、完美这5个档，另外则还有3个超凡品质，分别为传奇、史诗、神话。而宠物蛋则分为5个等级，白蓝紫炫彩，但品级越高越容易开出强大的宠物。不过这个游戏里的宠物也是很贵的，当初为了买下这只火焰鼠，我可是咬牙足足省吃俭用了好久。但是现在价格不一样了，我手里有1000个蓝色的宠物蛋，一个人用不了那么多的宠，就算是御兽师，顶多也是10几头。于是我开始合宠，宠物蛋合成是5合1的，5个蓝色蛋合成一个紫色的蛋，而我这1000个蓝色的宠物蛋只够合成2个炫彩的极品宠物蛋，还不一定能开出来传奇、史诗、神话这3个级别的宠物。可想而知，在新世界这款游戏里，顶级宠物的价格是多么的贵。接下来我给了柳梦瑶500个宠物蛋，然后和她一起不断合成，但我感觉宠物
物蛋似乎还不够，于是我一边合成一边给张春林发了一个语音消息，继续帮我收宠物蛋，有多少我要多少，收了以后直接帮我合成。好，张春林回了一个消息，我打算至少给自己和柳梦瑶一人弄一只超凡宠物来增强实力。10分钟后，柳梦瑶在组队频道说道：凌晨，我和好了，我们一人开一个，我先来吧。随着炫彩的光环迸发开来，一道怪兽一语的声音传来，我和柳梦瑶一起睁开了眼睛，面前出现了一只造型颇为可爱，背后长着一排扇形肉刺的幼齿剑龙，很像是远古剑龙的 Q 版形象，而且这种宠物最高也就只有2米高，不过这却是一种防御极高的宠物。新世界大多数宠物都是可以骑乘的，这种幼齿剑龙在被主人骑乘之后，会为主人抵挡80%的伤害，但可惜虽然宠物很不错，却也只是完美品质的，并没有达到超凡的标准。思维成长只有2项达到 S， 品质评分是完美。我有些遗憾地告诉柳梦瑶，果然概率这个东西确实有点难搞，但柳梦瑶却笑着说道：我觉得很好了呀，你看看它多可爱，女生就是这样，很喜欢可爱的东西，那就送给你了。我笑了笑，幼齿剑龙这种宠物我用不上，同时也看不上，既然柳梦瑶喜欢，给她当坐骑也不错。好呀，那我帮你开一个出来。很快有一颗炫彩蛋在我俩的眼前绽放光彩。这个时候，本来人少的仓库也来了几个人经过，其中一个人说道：老大快看，这是有人在开炫彩蛋吧，马上都要停服了，还花这冤枉钱干嘛？说不定是2个有钱的主，标记一下。几个人商量着，下一刻我收到了一个组队申请的消息，但是紧接着消息又被撤回了，我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。但我很快反应过来，自己这应该是被游戏里非常专业的掘金人给盯上了。掘金人吗？我心中冷笑，我知道这些人在游戏里是毫无底线可言的。重生之前我就亲眼看到过一些传承了游戏能力的人，不但没有去帮助人们，反而四处为非作歹，所以我对于这些人是没有半点好感。当然我不是圣母，我不认为所有传承了游戏能力的人就一定要救人，你可以在末世来临的那一刻不救人，但也别恶意去害人啊。这些掘金人最好是别惹我，要不然一定要追杀他们，把他们的装备全部爆干净了，打压他们的评分，要不然等到游戏入侵以后，再想收拾他们可就麻烦了。我心中暗暗下定决心，不过现在我的装备还没有得到最大的提升，宠物也还没有增强，现在又被掘金人盯上了，我是肯定不会出主城的。绚烂的光芒结束，柳梦瑶开出来的宠物出现，开出了什么？那几个掘金人十分好奇，他们还没有走远，而且一直盯着这边。柳梦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，兴奋地跳了起来，在组队频道里面说道：凌晨是猪鸟还是神话品质的？思维成长2项都是 SSS，2项 SS， 还有3个天赋技能，我惊呆了，居然是猪鸟。实际上这种鸟还有一个名字，朱雀，它是东方神话中朱雀和凤凰的一种合成体，它通神沐浴在火焰之中，这种鸟火焰的温度还可以自己控制，换而言之，它想烧谁就烧谁。而说它是朱雀和凤凰的合成体，主要是因为它的天赋技能一共3个，分别是南冥离火、焚天掷地、涅槃重生。南冥离火可将伤害提升300%，而且无视任何法术防御；焚天掷地可召唤烈火覆盖方圆1000码的地方，造成每秒3倍的伤害，持续30秒，冷却10分钟。涅槃重生，猪鸟的生命值耗尽之后会进入涅槃状态，该状态持续30分钟，30分钟内未被击杀则将重生，之后等级降低为1级，并失去一切战斗记忆，但认主关系不变。看完3个天赋技能，我被震惊到了，不愧是神话级别的宠物，天赋技能也分等级，最高级是 SSS。猪鸟的3个天赋技能就全部都是这个级别的，可以说这只猪鸟是绝对的顶配宠物。此时队伍里还有一个提示，请选择这只宠物的归属。游戏里的 CP 组队开宠物就是这样，都会询问来决定归属的。我还没有开口，柳梦瑶就直接做出了选择，她放弃了猪鸟的所有权。猪鸟是火法系宠物，和你的职业是绝配，你就带着它，以后你们负责输出，我就带着我的剑龙宝宝负责帮你抗怪加血吧。柳梦瑶笑盈盈地说着，我没有推辞。下一刻猪鸟归属了我，然后世界公告也出现了，恭喜玩家凌晨获得神话品质全服唯一的宠物猪鸟。公告一出来，原本已经沉寂的世界频道瞬间就炸锅了，6啊，马上关服了。结果开出来猪鸟，游戏都要死了，这个时候再开出来神兽又有什么用？爽一把就结束了呀，到最后白白浪费钱。我懒得去看世界，因为我还有事情要做。现在我已经被某些人给盯上了，主城内是不允许玩家 PK 的，倒不是完全不能 PK， 只是主城中会有 NPC 监管，如果发现 PK 行为， NPC 会出手阻止，甚至攻击主动发起 PK 的一方。主城里的 NPC 等级都是180级，而新世界目前的等级上限不过是100级者。当然了，今天新世界官网又出现了公告，前面是一番道歉的话，后面则表明新的资料片已经准备完毕，将于下午2点开启，届时玩家们的等级上限也会开放到120级。我知道游戏停服肯定不是游戏公司和策划们故意的，毕竟这个游戏即将入侵现实了。现在我要做的是继续增强实力。张春林又给我发来了一批东西，里面有一套100级的牧师装备，还有许多强化石。用张春林的话来说，他这是直接把强化石都清仓给我了。另外还有许多符箓以及试剂的配方，还有制作药剂的材料等等，这些东西都很重要。我选择的副职业是符箓师，可以制作一些符箓。柳梦瑶的副职业则是药剂师，这些材料都比较便宜，真正贵的东西都不在这些里面。张春林单独询问了我，你要强装备
五彩灵石要不要？我这边可以帮你弄到一批，大约是100个。如果运气好，是有概率让强化出现强化词条的，就是有些贵，现在市场价都还要1000一个。另外还有一些极品藏宝图什么的，现在也有好多人卖。对了，还有人在卖神兽丹，神兽丹什么价格？我马上来了兴趣。神兽丹吃了以后，能永久增加宠物属性，而且还能让宠物获得经验以及顿悟。宠物除了天生的天赋技能之外，还有顿悟技能，像猪鸟，不可能就靠一个焚天之地来打输出的，关键也打不了 ，CD 时间太长了。一般来说，到了20级的时候，宠物就能顿悟出技能，但是顿悟出来的技能等级也有好坏，从1到 SSS 级技能一共是8个等级，和宠物的品质等级对应。不过神话级别的宠也有概率出现 SS 级技能，如果是用神兽丹的话，那就能确保一定会顿悟出 SSS 级技能了。所以我想买，最好是直接5颗神兽丹，把猪鸟的等级直接拉满了。但是神兽丹这个东西一般是不好出的，一共4颗，对方要2万块。张春林回应5000块1颗，我马上答应。这个价格如果在停服以前是不敢想象的，起码都得10几万1颗了。五彩灵石也全部拿下了，接下来就是准备对付那几个绝经人了。与此同时，在某一处公司中，一些程序员正不断加班敲着键盘，而公司的高层又一次召开了会议。这家公司便是蓝星最大的网游公司新世界。会议上，几个戴着老花镜的人端坐着，其中一人问道：“已经确定了星辰之石的能量只能支撑到4月28号吗？”“是的，先生。”一名戴着金丝眼镜的男子说道：“我们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，甚至还请来了各地的科学家们，都没有任何办法。星辰之石这颗当年从外太空截获的神奇石头，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阶段。正是因为这块石头，才诞生了新世界网游。”这时为首的老人说道：“全球10几亿的玩家们现在都在声讨我们呢，最后这些时间，你们就继续做好维护工作，坚持到最后一天吧。另外，加快开发星辰之石里面的内容，让更多的玩法呈现给玩家们，同时也是为我们将来研发完全自主的游戏积累一个基础。与此同时，在游戏里，我本想教训一下绝经人，但最终还是决定求稳，等到下午2点新资料片出来，届时除了提升等级上限开放之外，还有全新的副本，而我要做的就是拿下首杀，提升自己的装备和宠物。紧接着，我俩来到了游戏中的先族阵营之中，找到了负责锻造的 NPC 刀剑笑，我要强化装备。NPC 刀剑笑则回应道：“冒险者，强化装备可是有失败风险的，强化到加15以上，若是失败，还会有破损被销毁的风险，你可都做好了准备？”我抿嘴一笑，直接提高了材料，然后开始强化，不料竟直接让我10连败。最终在花完背包里的强化时候，我俩的装备全部来到了加15，但目前还不是最强形态，等装备全部到了加18才算是最强形态，到时候词条属性也会得到增强。此时我打开了自己的属性栏，看到了我目前的魔攻已经达到了恐怖的将近6万，但仍有许多东西都没有弄，比如说血脉，还有披风和腰带这2件装备。抢好装备以后，我对柳梦瑶说道：“我们去刷图吧。”在新世界这个游戏里，刷宝图可以说是每个人发财致富的道路，因为宝图里面会有各种宝箱，甚至还有可能开出永恒水晶，这是一种永远不会腐坏的神石，对装备使用之后，该装备将永不破损，无论怎么强化失败，这件武器以后也绝对不会磨损。另外，宝图里面甚至还有可能爆出转职证明这种超级稀有的东西，当然我不需要，柳梦瑶大概率也不需要，可我却盯上另一种东西，号称只有1/1概率的隐藏职业。我清楚的记得，新副本的首杀奖励好像是必出2个隐藏职业的。我拿出了一张极品藏宝图，决定先从低级副本刷起，培养宠物。很快，在经过长达2个半小时的刷本，猪鸟和剑龙直接来到了35级，而且都觉醒了技能。剑龙是 S 级的复仇咆哮，受到攻击之后会发出咆哮，吸引周围的怪物前来攻击，并且会将自身受到的物理攻击伤害反馈给攻击单位，反馈伤害系数35%，可升级。猪鸟则是 SSS 级的火焰连珠，可以瞬发技能，朝目标发出连续10道火焰，每道火焰造成的伤害系数为25%，可升级。冷却时间无。紧接着我招呼柳梦瑶回到了天悦城，之所以回来这儿，那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私人领地，因此我打算直接把这座城买了。而之前找胖子收购的10亿金币也有了用武之地。很快在与上一任城主交谈后，我以8亿金币成功购买，第一时间我就把柳梦瑶设置成了副城主，随后约定好明天再上线后，他便原地下线了，而我却研究起了 NPC 招募。看着大厅中强大的 S 级 NPC， 我索性用最后的10万块，又找张春林要了10亿金币，直接全部招募了过来。随着光芒闪动，所有招募的 NPC 全部通过传送阵来到了大厅之中。啸天神将拜见城主，龙将拜见城主，城主大人您真帅，我是小妹。好家伙，刚见面兔耳娘整个人就都要贴到我的身上了。3秒后我站起身来说道：“以后你们便是天悦城的4方镇守，负责轮流镇守各个城门，都下去吧。”这时小妹看着我说道：“人家能不能镇守成主府呀？”又经过3分钟后，我下线时已经是晚上6点了。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是凌晨吗？我叫白海生。我愣了2秒，才想起来这个白海生就是买了自己房子的人。中介那边的消息是明天才去办过户，怎么这个时候白海生主动联系自己了？是这样的，白海生的声音继续响起：“你这套房子本来是我要买给我女儿住的，可是她从小到大没离开过家，而且你那边对于她来说又是一个陌生城市，所以我们希望如果她到了以后，你们先去办过户，办完手续以后呢，凌晨你先不要着急搬走，可以继续在那边住几天，帮忙照应一下我女儿。”闻言我不禁疑惑道：“这个素不相识的白海生怎么会放心让自己的女儿
和一个陌生男子住在一起呢？莫非这个白海生的女儿其实是一个长相巨丑的恐龙？紧接着我答应后便挂掉电话。与此同时，在魔都一栋别墅之中，挂掉电话的白海生看着旁边的女儿白淑仪说道：“你真要过去和她住在一起？”感受到父亲异样的目光，白淑仪没好气道：“老爸，你能不能别老封建了呀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男女合租不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”白海生一脸的郁闷，今天女儿突然要求和房子的原主人合住，说什么多个人住在一起互相有照应，可在白海生看来肯定不是这样，孤男寡女的。想着想着，白海生突然露出了姨母笑来。这个性格从小和男人一样，甚至初中时期还找过女朋友的女儿，终于知道男人的好了。而回到房间里的白淑仪立马拨通了一个电话，等接通以后便说道：“瑶瑶，她答应了，我可是告诉你啊，就因为你这事儿，我都被我老爸误会了，你要怎么报答我呀？把她给你喽，你要不要？”电话那头传来了柳梦瑶的声音：“我才不稀罕呢。”与此同时，就在我准备睡觉的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：“请问这是凌晨的家吗？我叫白淑仪，白海生的女儿，不是明天才来吗？”我一看时间晚上10点，好家伙，半夜就来了。我打开了门，结果映入眼帘的却并不是什么恐龙，相反还是一位大美女。“你是白叔叔的女儿吗？怎么不让我进去？”白淑仪见我一副神游天外的样子，不禁有些生气。柳梦瑶就是因为我游戏里都不和她一起玩了。我回过神来，立马将白淑仪让进了屋子里，互相寒暄几句后便各自睡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登录新世界的官网，看到了游戏死亡公告。只见公告上特别声明没有任何补偿。这一则公告一出，等于是告诉所有人，你们的账号还有游戏中的道具装备彻底一文不值了。官网炸了，论坛也炸了，许多人嗷嗷叫的声讨新世界网游公司，但是这些都毫无用处。而许多人也纷纷表示，今天是他们最后一次登录新世界，登录的目的也不是怀旧，更不是继续畅玩，而是毁号。可是对于我来说，这无疑是收购游戏道具装备以及金币材料等物品的最佳时机了。于是我马上联系了张春玲，公告你看到了吧？现在许多人在毁号，但如果他们的东西能卖一些钱，我相信许多人还是会愿意回点血的。所以现在市场方面怎么样？跌，一直在跌，反正我是已经麻了。你是不知道，1亿金币现在就1000块了，简直是恐怖。张春玲回应着我的询问，这么便宜啊？那你先帮我来个1000亿，总之有多少给我收多少，还有所有的手工材料，包括各种奇珍异宝，我都收。价格方面你帮我看着，全部压到最低。此时的我嘴巴简直笑得要裂开了。事成之后，你的辛苦费不会少于10万，还有你手里囤的那些材料和道具，如果要卖的我也全部收了，起码不让你破产。真的，陈哥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亲哥了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让工作室的人去办。不过陈哥，就算现在市场跌到了谷底，你这样的收购法也是很费钱的，估计至少是1000万打底。张春玲也有些怀疑，她在电话里小声道：“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啊，陈哥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？”没有内幕，我回应道：“如果你信我，那就留一些自己有用的东西，然后把自己的账号也弄一弄，反正以后你绝对不会亏。对于未来的事情，我算是看透了，就算我是重生回来的，我说出去也要别人信啊，所以我只能这样去劝说张春玲，最终的结果还在她自己。如果她不信，那我也没办法。”等我再次进入游戏，发现柳梦瑶已经在游戏里等着了。当我上来的时候，看到她正和小妹他们在交谈。在我打发走了他们后，对柳梦瑶说道：“我们先去仓库那边把手工装备的材料整理好，然后就去找刀剑校帮忙打造，搞定了我们就去南天门副本。”柳梦瑶点头，不过她发出了疑问：“为什么要去找刀剑校？你招募了这么多 NPC， 就不能也招募一个炼器师 NPC 吗？”有道理，我眼神一亮，这才反应过来游戏里许多功能性职业的 NPC 也有可招募的，于是就在招募大厅继续刷。对于这些功能性 NPC 的招募，其实也很简单，不需要看他们的战力，只要看他的熟练度等级就行。这里面还不缺乏许多拥有大师称号的 NPC， 可以说是即插即用了。断柱天、山精族、锻造等级大师，熟练度20万，招募价格4亿金币；药灵龙、精灵族、炼丹等级大师，熟练度30万，招募价格4亿金币；魁山、土灵族、阵法等级大师，熟练度10万，招募价格5亿金币；灵巧巧、人族、缝纫等级大师，熟练度30万，招募价格4亿金币。好家伙，大师就是大师，这价目表最便宜的都是4亿金币了，其中阵法师还要5亿，难怪之前那么多玩家都喜欢加入那些大公会，特别是同时有主城还有一位大师坐镇的公会，能特别吸引玩家们加入。单凭这些大师级的 NPC 就足够有诱惑力了。我一咬牙全部买了。我在赌将来游戏入侵现实，玩家的房屋领地以及城市都能被继承，那么这些 NPC 也一样可以被继承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将来我的力量就强大了。首先不但拥有自己的城市，还有3个荣耀团的战力，以及4名双 S 实力的 NPC 助阵。将来我的天月城里面还有4位副职业大师。游戏入侵世界之后，虽然带来的是毁灭性灾难，但是以蓝星人族的庞大数量，应该不至于被消灭殆尽，甚至还有部分人保留了游戏中的实力，人们一定能重新凝聚起来。到时候人们会继续生活，甚至生儿育女，而且他们应该也会适应新的世界。那么以后他们肯定会需要装备，有了这4位大师的存在，我的天月城将来绝对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城市了。更何况我还储备了大量的物资，光是永恒水晶就有整整100颗。在游戏里，这100颗永恒水晶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我拿了12颗永恒水晶在身上，给了柳梦瑶一半，然后是一背包的手工材料，我算得刚好，能做整整200套100级的手工装备，分别是披风和腰带。制作是需要时间的，哪怕是大师级的铸造师和裁缝合作，也需要半个小时。紧接着我和柳梦瑶去强化装备，身上的4件套装全部上了永恒水晶。很快
快我身上的装备全部来到了加16，甚至强化消息都上了公屏。不过这一次世界频道没人再注意我疯狂了，因为他们更加疯狂。不同的是我依旧在疯狂投入，这些玩家们则是疯狂的卖装备刷材料，还有就是各种消耗的。半个小时后我俩的装备已经来到了加18，同时也到了段柱天和林巧巧交货的时候。200套手工，400件装备，手工费一共是400万金币，而且这些手工装备全部都是未鉴定的，这时候就需要鉴定符。张春林那边直接给我邮寄过来了1万张极品鉴定符，但可能还不够。新世界里的手工装备想出极品可是很难的，1万件里面顶多能出1件9星装备，而且这1万件装备还必须全部都是极品鉴定符去鉴定才行。这个游戏里的装备都会根据品质出现星星闪耀的效果，普通品质的装备是1颗星或者2颗星，然后优秀3至4星，卓越5至6星，完美7至8星，达到9星以上的装备就会出现不一样的后缀，传奇、史诗、神话，其中神话最好。但我并不期待这200套手工就能出来神话装备，关键还需要装备属性也和自己的职业契合，这就很难了。哪怕2位做装备的 NPC 都是大师，这个几率依旧很低。不过张春林那边至今为止还没有收到适合我用的极品手工装备，所以只能做。于是我又交了金币，这一次我索性直接让段柱天和林巧巧打造1000套手工。然而就在2个半小时后，我竟发现 NPC 手中出现了一阵强烈的炫彩光芒，我立马上前查看，发现竟是4件9星手工装备，分别是红月腰带、祭祀披风、风行腰带和狂想披风。正好前2件是辅助装备，后2件则是法师神装。随即我将辅助装备送给了柳梦瑶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只剩下最后一件事，那就是刷副本将自己的等级提升到120级。很快我和柳梦瑶进入了副本，同时将2只宠物也全部召唤了出来。副本内首先一眼望去全都是小怪巨猿，这些巨猿族的战将们正在嗷嗷叫的进攻着南天门。首先柳梦瑶指挥着剑龙上前，吸引巨猿的仇恨。当巨猿攻击剑龙的时候，就触发了剑龙的技能复仇的咆哮，一声咆哮将周围的巨猿仇恨全部吸引。这个时候我也是一点都不省技能，马上让猪鸟开始吟唱，直接将他的天赋技能焚天之地召唤出来，整个地图区域立马变成了一个大火场。同时我也释放出风暴立场技能，打出扩散效果，瞬间封住火势。所有被剑龙吸引过来的巨猿身上的血量在不断减少，但这可是100级的副本，前面的巨猿战将都是小怪，却足足有8000只，而且每一只的血量都在10万以上。这时突然出现了几只精英怪巨猿将军，他们的血量更厚，攻击力也更强，但在我眼中依旧是经验值。见状猪鸟立马发动了技能扬言炙烤，同时我作为风暴立场的发动者，控制风暴立场内的风向。1分钟后，这些怪物都残血了。期间我和柳梦瑶2人双双升级，战斗开始到现在才过去3分钟，但是风暴立场和焚天之地共同造成的杀戮场中已经躺了1000多头巨猿族的尸体。突然地图的正中央发出了一道巨大的咆哮声，我瞬间明白那是巨猿王。见状我立马指挥猪鸟将各种输出技能全部来了一遍，不过这才使巨猿王的血量下降到了70%。下一秒巨猿王一拳朝着地面轰了下去，地面瞬间开裂，裂纹一路都延伸到了我的脚下。这一击直接打掉了我6500的血量，也就是40%的血条。见状我再次将猪鸟丢在了巨猿的前面，让他全力输出巨猿王。此时的猪鸟望着自己整个身体，还没有对方手掌大的巨猿王也是瑟瑟发抖。但随着我各种技能牵制，风刃、风霜巨剑、风暴术，各种技能不断往巨猿那边丢着，巨猿的血量也终于来到了10%。同时我也和他拉开了30码的距离，这个距离我的法术能攻击到巨猿，可巨猿却打不到我，他的攻击就全部落在了猪鸟身上。终于猪鸟血条空了，但是他的血量值却停留在了1点。紧接着猪鸟朝天鸣叫一声，整个身体化成了一颗散发着大火的大型鸟蛋，就悬浮在巨猿王的身前。巨猿王见状马上伸出手去，猪鸟血脉，这蛋本斗神药了。巨猿王一脸惊喜的表情。我这边锋刃不断袭来，同时操控风暴立场将猪鸟蛋往自己这边推过来，让巨猿王扑了个空。但巨猿王的话也让我心里一紧，难道说猪鸟在被击败进入重生状态的时候是可以被掠夺走的？我连忙查看自己的宠物栏状态，果然此时的猪鸟认主那一栏空了，没了我的名字。看来在猪鸟变成火弹形态准备重生的期间是能够被掠夺的，这怎么行呢？但是很快我就笑了起来，猪鸟似乎对巨猿王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，他居然追着猪鸟蛋跑，也不来攻击我了，任由我的攻击打在他身上也无动于衷，眼里似乎只有猪鸟蛋。还有这样的效果，我是没想到的。于是我便操控风暴立场，同时用法术将猪鸟蛋不断推走，溜着巨猿王这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家伙，还不断发出锋刃。终于巨猿王血条被清空了，然后我将小怪也全部击杀。副本完成，通关评价 SSS。很快这一则公告也出现在了游戏中，但已经不能引起什么火花了。现在的新世界玩家们，谁还关注这个？每个人都在出装备或者是卖号，大家都在回血，谁还关心副本啊？恭喜你获得80亿经验值，获得副本评分奖励至尊宝盒 X1，以及获得了进入天宫的资格。系统第一时间就给结算，这80亿经验值直接让我升到了120级，同时地上也爆了一堆的装备，还有各种材料，这些东西我只能全部收起来丢仓库了，现在的我还用不上。然后我并没有退出副本，因为猪鸟的蛋还要等20几分钟。同时柳梦瑶也一直都很想看看南天门副本里的双星
听别人说，这个双星湖是天宫里的一处实景，许多拿到了天宫门票的 CP 玩家们都会到双星湖去打卡。柳梦瑶也有一个这样的梦想，但是之前的我毕竟只是普通玩家，实力太弱，也找不到强力的手通队友来带，就一直拖到了现在。如今这个愿望能达成了，二人一起来到双星湖。这时候柳梦瑶望着我说道：“喂，不是说了吗？等我们到了这儿，你就会怎么样？”我直接发送了拥抱的邀请。我俩一直等到猪鸟重生完毕，此时的猪鸟宛如新生，但是等级不变，也重新和我绑定认主了。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涅槃了一次，它的属性增强了10%，所以猪鸟的法术攻击也因此达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步，破了7万了。而做完了这一切的我，就静静等着新世界的到来。3天后的晚上，我看着发红的月亮，意识到游戏要降临现实了。果然，第2天早上我就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，同时自家上空正在肆虐着一头魔兽。在游戏里，那不过是一头65级的怪物而已，可是到了现实，这头怪物却能轻易将一栋小区的房子给夷为平地。我的电话响起，本以为当游戏入侵现实的这一刻，第一个给自己打电话的人会是柳梦瑶，却没想到竟是张春玲。老大，快来学校这边，好多怪物！听着手机里张春玲着急的话语，我露出了无奈的表情，顿了顿。你先顶着，只要不是100级的怪物，只要不是 BOSS， 你肯定能搞定了。我等下就过来。挂掉了电话，柳梦瑶的电话才进来。凌晨你都看到了吧？游戏降临现实了。我急忙问道，你家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没事，不过我爷爷不在家。那他在哪儿？江宁府那边的军事基地。行，你在家别乱跑，我去找你。此刻整个蓝星都变大了不少，城市之间也变得更远了。以前的地图压根没用，这个时候千万别乱跑，更别相信导航，因为天上的卫星早就全部被消灭了。我只能交代着柳梦瑶，让她不要乱跑，等待自己去找她。柳梦瑶最好的一点就是听话，我怎么说她就怎么做。与此同时，军队已经出动，但是并没有什么用，反而伤亡惨烈。不过好像有一个加强连的军队都传承了游戏中的实力，他们正在抵抗。但在我破窗而出后才发现，小区里不止来了一只怪物，反而是几百只65级的怪物，其中还有精英怪，硬生生把我家的小区变成65级鹰角兽的聚集地了。小区里到处都是民众发出来的惊恐声，但是这些惊恐声无疑更加刺激了怪物们，也让怪物们都找到了攻击目标。已经有不少人第一时间就成为了怪物们的口粮。此时小区的篮球场里，许多居民就躲在这儿，毕竟篮球场旁边都是铁丝网，他们是被赶进来的。本来他们还以为这些铁丝网能拦住这些怪物，事实证明是他们想多了，铁丝网在怪物们的面前一碰就碎。此时人们已经绝望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猪鸟鸣叫一声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只见天空之上正站着一个男人，而男人的背后居然长出了一对翅膀，来人自然是我。游戏降临现实之后，我不止100%继承了游戏里的一切，就连宠物附身这个机制居然也没变，然后便是一剑一支，宛如砍瓜切菜一样的猎杀着这些鹰角兽。猪鸟则是一烧一片，将那些已经进入了篮球场的鹰角兽全部烧成灰烬，再也无法靠近人类。而在我和猪鸟解决完那些鹰角兽后，小区外头也有几个穿着游戏里服饰的人正往这边赶来。见这边安全了，我便没有任何停留，带猪鸟直奔学校而去。我走的时候，那几个进入小区的人都停住了脚步。那是什么？好多鹰角兽的尸体，难道有小队比我们先到了？别管了，快点转移，然后赶往学校支援连长。现在这情况，整个龙海市就我们这一个连队，又能救下多少人？所以时间就是生命。班长刘斌感慨着，此时的他浑身都是血迹，这是一路和怪物们拼杀来的，而且他的双眼里还满是血丝，可见压力巨大。另一边，在龙海市科技大学，此时体育馆内布满了人群，体育馆的外面则到处都是怪物震动以及怪叫的声音，其中还交杂着一些激烈的战斗场面。龙海市第1联队，同时也是本地唯一的驻军了，他们都接到了命令，在游戏入侵之前进入游戏中，并且都利用物价大跌的优势，用军方发下来的经费发展。但是时间太少了，很多人只继承了70级左右的装备和属性，所以他们是在死战。兄弟们，哪怕这些怪物100级了，他们想要进入体育馆，也必须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别忘记了，我们可是龙国军人，军人没有多余的话语，但是却将最温柔的一面都给了他们要保护的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只浑身冒着金光的战马鸣叫一声，直接冲向了正围攻士兵们的怪物群，而且还是怪物最密集的地方。一声嘲讽，原本正在和士兵们厮杀的怪兽听到这道声音都直接转身，然后就嘶吼着往那边冲了过去，好像是骑士的嘲讽技能。等等，这也是我们的玩家，他的战马冒金光，浑身装备也光芒闪闪。太好了，连长，大家好像有救了。体育馆内一些学生们大着胆子注意着外面的情况，这时候能看到学校的教学楼直接被推平了，然后一头巨大的魔龙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。黑暗魔龙80级的 BOSS。体育馆内的学生们虽然都没有继承游戏中的能力，但他们之中不少人之前都玩过这个游戏，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什么怪物。许多人望着身高将近100米的黑暗魔龙相顾无言。突然一道声音响起，真是游戏里的怪物，完了完了，谁能来救救我们？就在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，外边就出现了猪鸟当空的身影，光芒四射，天空之上一道长着翅膀的人影出现，下一刻那人一动手便几乎是秒杀了100级的小怪，然后大家就看到我挥舞着双翅站到了黑暗魔龙的身前。老大，张春玲见到我后瞬间大喜，而在我前身的黑暗魔龙似乎感觉到了侮辱，于是魔龙咆哮。我回过头来面向着魔龙，这一幕恍若轮回，潜意识就是这个家伙将我击杀的，而现在我又站在了他的面前，只不过现在的我眼里已经没有了魔龙。孽畜！我抬手将技能甩了出去，强化突刺，技能直接没入了魔龙的眼睛，魔龙吃痛咆哮着伸出爪子，仿佛要一
一爪子将我给捏碎，但我迅速躲过，绕到了他的身后。这动作一气呵成，关键我的速度太快了，就这么一个绕后的动作，以我的速度用出来，就好像瞬移一般。接着就是强化闷棍加强化偷袭的连招。魔龙转身的时候，血量已经见底，但是他根本就抓不到我，就连喷出去的火焰燃烧了校园的大树和绿化带，但也追不上我后撤的速度。等魔龙喷火结束，我便是一个超级滑铲，每秒速度超过了400。尽管魔龙 boss 有霸体，不能被击飞，但是我的双攻伤害也足以带走他了。帅，老大！张春林大喜。这时候外围还有许多怪物，这些普通人眼中的怪物，在我看来就是一群蝼蚁而已。我面无表情，随手清扫着击杀黑暗魔龙的战利品。猪鸟从黑暗魔龙的脑袋里吸出了一颗发光的珠子，然后我还将黑暗魔龙的眼睛以及手掌、脚掌，包括一双翅膀，全部切下来，将东西都收进了储物界。我并没有发现灵魂形态，毕竟黑暗魔龙只是80级的 boss， 看来得去杀一些120级的怪物，才有可能捕捉到灵魂了。我心里想着，便转头对张春林还有那些继承了游戏能力的军人们说道：“你们保护学生们，我在前面清扫出一条路，然后跟我来。”马上我便朝着外头杀了出去，而我面对的方向却是出城的方向，因为此时的我已经感应到了天悦城的存在。其实不只是天悦城，如果现在有人从外太空看向蓝星，就能看到整个蓝星在一直疯狂膨胀着，比之前张大了100倍还不止。而蓝星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大陆以及城池，其中蓝星最大的海洋东平洋面积也壮大了100倍不止。但是东平洋的中心带又凭空出现了一片巨大的陆地，面积甚至比蓝星上所有的陆地都要大，无数城市从天而降，落地之后万物直接丛生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却有几座城池朝着不同的陆地飞去了，其中天悦城就飞向了我所在的位置，落在了龙海市北郊200里左右。而这儿属于是蓝星膨胀以后空出来的地界。我一路秒杀了那些小怪，张春林和军人们护送着学校的师生以及一些百姓往外边转移，而且因为我速度比较快，大家几乎都是开车的。很快我来到了城门口，此时城门之上，猫女正站在那儿拜见城主。当我的身影出现的时候，立马有一批骑士团前来拜见，我露出了一丝笑容。当初花钱雇佣的 NPC 猫娘还在这里，那就说明大家肯定都在。去通知所有人，包括孔燕大祭司和孔明族长，告诉他们本城主回来了。我下达了命令。当张春林以及那些士兵们带着一批车队赶到这里的时候，所有人全部下车，然后都一脸震惊地望着眼前的一幕。一座城墙高达100米的城池前面，一支骑士团，一支战士团，一支法师团，另外还有许多游戏装扮的雇佣兵，所有人都手持武器，然后一起跪拜着我。人群中上前的孔燕和孔明也向我表示了敬意，所有人都震惊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想提前看神光游戏的宝子们，可点击左下角下载舒淇小说，然后搜索神光游戏，出来的第一个就是